跑起来了！本地2000多亿参数的模型你敢信？前段时间基于英伟达 GB10的迷你个人超算正式上市，总共128G 的共享内存，其中可以分出100多 G 当显存，简直是跑大模型的神器啊！之前我们做了单机的演示，基于 GB10的机器都可以通过 Connect X7 端口进行高速串联。DGX Spark 给了2台互联的教程，但这次我们直接干到了3台3G 互联，官方教程不再适用，难度开始上升了。当然算力也更加强大。3G 互联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双机，这里我们可以参考英伟达的官方教程，无论是双机还是3G 互联，都采用了 VM Docker 镜像和RAID集群管理的方式。首先用一根 QSFP 连接线将2台机器的端口连接起来，2台机器上分别给端口配置好 IP， 建立免密 SSH 连接，能互相拼通，说明网络连接就成功了。确保教程里的前提都没问题后，下载启动脚本，然后拉取 VLM 的 Docker 镜像。接下来开始设置 RAID 集群节点，一台机器作为头节点，另外一台作为工作节点。运行启动脚本，启动后容器内运行 RAID status 命令，可以看到可用的 GPU 数为2，统一内存池200多 G， 双击连接成功了。我们看一下它的模型推理效果如何。这里我们选择 FP16 精度的千问 2.5 72B 模型，它需要的显存大约140 G 左右，已经远超单机，但双机互联有超过200 G 的统一内存池。我们用 VLLM 采取张量并行启动模型。加载模型耗时8分钟，模型启动完成。模型开始推理了，我们可以看到2台机器的 GPU 情况 ，GPU 利用率在96%左右。我们看一下它的具体指标 ，TTFT 也就是首 token 生成延迟 1.39秒，它的 TPS 每秒生成 token 速度 2.75 token 每秒。FP16 的重名模型在这台机器上表现一般。我们再换一个 FP8 精度的 MO1 析数模型，1060亿参数的 GLM 4.5 Air， 每秒生成 token 速度 18.3 token 每秒，这个效果就好多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重头戏，3G 互联。3G 为什么不好搞？全网无教程，到处都是坑，那怎么搞呢？首先需要3根 QSFP 连接线，将3台机器串联起来。这里我们用网络拓扑的原理 ，A 连 B，B 连 C，C 连 A， 和双机一样，每台机器要给端口配置好 IP。不过3G 还需要额外进行路由转发设置，互相拼一下检验连通状况。看来网络连通没问题。3G 的情况，我们选用2510版本的 VLM 镜像。开始3G 的 RAID 集群设置，一台作为头节点，2台机器作为工作节点。这里我们抛弃了官方的脚本，重新写了一个脚本，在3台机器上运行重写的启动脚本。启动成功后，运行 RAID status 命令，可以看到可用的 GPU 数为3，统一内存池300多 G。和双机不同，我们用 VLM 采取 pipeline 并行启动模型。这里我们选择一个 FP8 量化的千问3 235B 模型，运行这个模型所需的显存大小大概需要260多 G。启动。启动好了。因为这个模型比较大，加载时间比较长，大概9分多钟。推理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300G 显存的情况下，3台机器的 GPU 利用率平均才不到60%。我们看一下它的具体指标，首 token 生成延迟 1.71 秒，每秒生成 token 速度 8.0 token 每秒，速度还是可以接受的。3G 串联后，我们发现 GB10系列的机器按照这个方法，加上外接交换机，可以实现更多机器的串联，比如4台、5台、6台，甚至10台以上。其实整个3G 串联到模型推理，我们累计耗时2周，遇到过软件版本问题、自网配置问题、RAID集群配置问题等等。大家对3G 串联有疑问的话，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下期我们将分享我们踩过的坑以及大家关心的问题。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云中助手的林海滨老师，在整个过程中多次提供关键指导。
好，这期视频先到这里，感谢收看。